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飞哥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小海豹。你叫什么来着？我叫马豹。你刚才说的什么？小海豹。他姓马，叫马豹，他自己说我叫肖海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某种场合把自己名字说错。来选你的心动女神。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可以接受喝粥。喝粥为什么不能接受？对呀。因为我是山东人，然后我们那儿比较习惯喝粥，尤其是我家1天3顿都在喝粥，然后我也喜欢煲粥。24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喝粥，因为我觉得粥会比较养生。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养生的人？对，我比较喜欢养粥，养生。养粥。先把自己名字说错，肖海豹，然后我喜欢养粥。养生嘛，因为是我的父母传给我的，他们比较喜欢养粥。养粥，养生，养生，养生。杨以大。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您除了热衷喝粥以外，还有什么就是比较喜欢吃的东西吗？比较喜欢咸辣口的，因为我们山东枣庄菜是我最喜欢吃的，尤其是枣庄，你是枣庄人？枣庄人，对，因为我喜欢吃我们辣子鸡，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但是辣子鸡我们那儿那辣子鸡还是比较出名的。我怎么会没听说过辣子鸡呢？全国人民都知道辣子鸡。对，但是我们枣庄的你吃过没有？没有。枣庄辣子鸡和全国人民吃的辣子鸡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它的这个鸡用的都是枣庄的鸡。枣庄的鸡。啊，对，不只是鸡，是本地养的，就是自己家养的那都是。用的辣椒也是我们本地辣椒，其他地方没有。枣庄辣椒。对，一个薄皮辣椒是绿色的。那我就想知道，枣庄的鸡配枣庄的辣椒，它出来还是有什么枣庄辣子鸡口味有什么不同呢？口味太不同了，那个口味我没办法给你形容，因为这个口味。你好好形容一下。哇哦。第一点，它是稍微就是比较辣，它的辣不是那种重庆的四川那种麻辣，是纯辣，而且辣的当中还带一丝丝甜，然后让你就是回味无穷。有些不能吃辣的，到我们那儿也是吃辣子鸡，因为越吃越想吃。哇哦。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强求我穿黑色的衣服，因为我觉得黑色代表着我一段不愿意回忆的过去吧。我要不要先退下一会儿？如果你对穿黑衣服的人有什么偏见的话，没有偏见，我换陈明来为你服务。哎，那你对穿那个蓝色的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吗？蓝色。你们是一个套系啊？是真是啊。对，我比较喜欢蓝色，我也喜欢这个薄荷绿。薄荷绿。薄荷绿。哎，他们两个，一个是青菜，一个是韭菜，两个你看到没有？不喜欢穿黑衣服的原因是？有一段不愿意回忆的过去，我觉得那时候我的人生也好，然后感情也好，我觉得是黑色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不穿黑色，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和习惯吧。杨以大。你好，男嘉宾，您是对黑色衣服比较不太喜欢，还是大部分黑色的东西都不太喜欢呀？那不是，我只是对衣服。看第一条片子。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叫马豹，拒绝牺牲自我，盲目合群。
185的篮球身高，被很多朋友拉入篮球局，但我不喜欢。不在爱好上合群，不委屈自己身体，羽毛球和滑雪才能让我感觉到快乐。与其做一个讨好别人的讨好者，不如做一个有原则的被厌恶者。其实小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孤独、特别内向的一个人，也没什么朋友。高中毕业以后，得知我妈查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病，我一考虑家里的情况，我说我当兵去吧，部队表现得很好嘛，正好文工团也来挑人了。啊，我打电话，妈，我进文工团了，我去我想去的单位了。不到2个星期，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哎喂，儿子，你妈出院了，你妈听到你进这个文工团的消息，哎，好几天的高兴的都不得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作为妈妈信念支撑的我，把这个家庭和孝顺看得非常重要，包括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人。现在我经营这一家饭店，店里头有一些年长的回头客，经常很喜欢拉着跟我聊天，我还特别招小朋友喜欢。来我店里边客人啊，每次都会跟我说，哎呀，马波你说的太好了，然后不行，我得带我的孩子来认识认识你，和你好好聊聊。没想到几天之后，真的带着孩子来了。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写写歌，我也没有怎么学过，就是自己没事摸索。到今天写了得有30-40首了吧，感觉写歌就像每天写日记一样。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首是我给我家乡写的，名字叫《枣庄》，在我们当地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齐鲁晚报》也采访了我。我喜欢爱情里的不确定性，也想把情歌唱给你听，所以来到这里，想要遇见那个有可能的人。哎，哇，就是我觉得男嘉宾就是性格啊各方面，就我还挺喜欢的。喜欢这种性格是吧？哦，我也滑雪，还有打羽毛球。哇，喝粥吗？一日3餐。一日3餐，我的天！喝粥、滑雪、羽毛球，以后24小时如胶似漆啊！哎，枣庄那首歌你什么时候写的？是在2020年，我在当兵的最后1年的时候。现场唱给我们听一下好吗？可以。我爱的小城，它在北方，它是我永远的故乡。它与我做人和成长，在温暖中发亮。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他永远是咱的爹娘。想带你到墨子故里逛一逛，感受古老的枣庄，再去看看铁道游击队，红色故事不能忘。塔儿庄古城，夜晚的光，仿佛梦回到大唐。还有写满故事的民谣姑娘，她在动听的歌唱。你别说，这首歌就特别具有，比如说枣庄电视台举办枣庄春节联欢晚会，这首歌我认为片尾曲特别合适。也上过你说的那个晚会。唐宇，你好，男嘉宾，但是我有个疑问，你母亲说患重病了，然后你选择了马上去当兵。对，我也注意到这句话了。那个时候比较。怎么说呢？我当兵原因不只是因为这个，从小因为在家里，我爸总喜欢看一些那个战争的片子。小时候爸爸喜欢看，我也跟着一起看。我对这个部队那时候的革命军人，我觉得真的太伟大了。然后我有这个念想。到后来高中毕业以后，正好考完学，
然后就得到了噩耗，我的妈妈就是得了很重很重的病，然后家里那时候经济条件一般，我爸一个人的这个开支全部给我妈看病了，然后我觉得我如果去上学的话，我爸肯定撑不住的。然后正好那时候正值8月嘛，我看大街小巷都有拉着横幅，说是参军光荣什么的。哎，我一看，不行，我当兵去吧。正好圆了小时候这一个念想，再一个就是能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吧。我听到最后，我明白那句话的落伏了，减轻了家里的负担。比如说，从正常，我一直在等这个逻辑。比如说，母亲生病了，那么应该2种嘛，一个是照顾母亲，一个是比如家里边有亲人患病，那可能开支就大，我赶紧赚钱，这两个事儿都是合理的。但是他一直说到最后，我懂那个点了，减轻了家里的负担。是，而且这里有一个，他也正好又考上了学。如果他因为母亲的病而辍学，对妈妈心里的压力非常大。但他这个时候去了部队，学费的节约，甚至还有一定的给家庭的收入，能够治病的一个供给，其实还是帮了很大的忙。对，其实我觉得，我当兵，我觉得自己真的人生无悔，不只是因为给家里减轻负担那么简单。我记得当时，我新兵连的时候，刚当兵的时候，其实真挺苦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一个中秋节嘛，晚上排着队给妈妈打电话。那时候我们30个人要用4个电话机，每个人只能排到1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刚说我说妈，然后她那边喂是马报吗？哦，我听到那个话之后，我瞬间我就绷不住了，我就哽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我赶紧挂掉电话，我眼泪哗哗的流下来，然后哭了得有10分钟。我又拨过去，我说妈，我说在这挺好的，我也得了不少荣誉，然后一切都挺好的，你放心吧。从那以后，我妈就是心态变得很好很好。然后到了最后我下连的时候，我很幸运的，当时文工团1年只挑1个人，就把我挑去了。然后我告诉我妈这个消息，哎呀，我把她高兴的呀。我爸来电话，他说：“哎呀，儿子，你妈出院了，特别好。”这个心理的情绪对疾病康复的时候的影响，尤其是那种信念感的回归，的确能起到，不是说它是一个心理作用或者潜意识怎么样，它是确实有极大的正面的疗效。是的。来，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情感经历。如果爱情有颜色的话，我觉得初恋应该是白色和青色。我们的初遇就像电影一样，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彻底心动了。可他好像对我不感兴趣，还总是躲着我，还往旁边挪了挪。那时候我只能厚着脸找他吃饭，好在他没有拒绝。我的表白非常有戏剧性。一个共同的朋友问我们的关系，为了藏住对他的好感，我说她是我的小姨。哎，然后他突然就很生气，哎，这生啥气啊？她是我爸爸的徒弟的妹妹，按辈分不应该喊小姨吗？对，好，晕了。然后来来回回反应了好久，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在暗示我。我就尝试约他和他见面，我也许应该大概叫你一声亲爱的，最后也表白成功了。但在之后的相处过程中，我经常夹在他和他妈妈之间，因为他一生气做事就比较极端。有一次他和他妈妈吵架嘛，离家出走我就去找他了嘛，然后他就生气了，那毕竟是你妈，你不至于。这还没说完这句话呢，啪自己就跳车了。然后当时把我吓坏了。最后的分手是他提的，他总是觉得我很幼稚。这个回答也让我不想去追问具体的分手理由，只是后来有过猜想。第二段感情呢，我觉得应该是灰色，就好像走在一片灰蒙蒙的雾里，还没感觉看见啥呢，咵就结束了。第一次视频通话时，他说我胖。哎，我的妈呀，从来都没人说过我胖，我当时心里就绷不住了，我立马就下定决心我要减肥，然后用了15天的时间，减了20多斤。嗨，想我了没？没有。好嘞。结果谈了只有10天就被决绝的分手了。
希望未来的你可以和我一起做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儿。 13号，短片里有一段感情是你和女朋友和她母亲之间在周旋，是吧？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呀？为什么母亲的参与度这么高？就是当时，我在他家吃饭嘛，然后他母亲就莫名其妙的和他吵了起来。我拎着箱子，然后要离家出走，我就走了，然后他母亲就把我扣在那儿，不让我走。我觉得真的很崩溃，还是很奇葩的。我觉得他肯定对这个姑爷印象还可以。我觉得是女生家长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一，就确实他长着一张女方家长喜欢的脸。女方喜不喜欢两说，反正爹妈肯定是喜欢。所以有一个外号叫这个这中年杀手。1号，男嘉宾你好，你刚刚说就是女朋友不是跟她妈妈不愉快，然后说了句什么来着？就是这是你妈，你不至于。但是她当时应该在情绪上，你追出来应该就是先安慰她一下。对呀。我是想安慰他的，他本来是很好的，然后我就说了，我说我看他情绪安稳了下来，我才说的嘛，我说你妈你不至于，然后他一下子又被点着了。你稍微倒过来就会好一些。你说哎呀，你毕竟是他女儿，他也不至于这。13号，你刚才说你喜欢白色和薄荷绿色是吧？那什么样的女孩在你心里是白色和薄荷绿色的呢？白色的是那种就是很单纯的、很文静的，然后很温柔的，然后青色是那种充满活力的，然后比较活泼的。最后一个问题，4号。男嘉宾你好，那你觉得我是什么颜色呢？通过你跟我聊天，我觉得你应该是粉色。现在留灯的是2号、4号，有请2号、4号。哇哦！我们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1号。马报的智推女生也已经在台上了。11号庞玉慧。哇，男生温文尔雅、儒雅绅士，注重原则和底线，日常恪守内心准则，待人温暖真诚，不喜欢用冲突的方式解决问题。感情当中喜欢多一声精神交流，喜欢彼此的陪伴。女生的性格含蓄内敛，气质优雅恬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在一起互补又有爱，女生的热情和温柔，持家和爱的行动力，让男生觉得幸福满满。在一起是一对令人羡慕的一对佳偶。看大屏3个女生的基本资料：厉静雯，情有独钟，机车态度，未来规划。机车态度。有人说你一个女孩子玩什么不好，非要玩机车。其实大多数骑车的人内心都很单纯，只不过外表的酷炫掩盖了内心的孤独。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不能跟人说，但可以用骑行表达。当你真正跨上几百斤重的机车时，玩控制的一只野兽，无论狂风暴雨都勇往直前。人生总会有很多挫折，但再往前一点，这一切都会过去。庞玉慧，我要的幸福，奇妙体质，最大的爱好。我要的幸福。1、
对男友的经济能力没有太多要求，有稳定收入和婚房就可以，今后可以两个人一起努力，但会特别看重男方体贴、温柔和陪伴程度。于鸿飞，地道的肉星人，旅游控，创业达人。旅游控。2，因为工作原因会经常的出差，全国各地基本到处跑，但是也会不定时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你介不介意以后我来教你做家务？不介意啊。教我做家务吗？不介意。我也不介意。来，最后给那个爆灯的4号女生一点时间。就我真的还挺喜欢男嘉宾的，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兴趣爱好，我觉得还挺搭的跟我。你要选11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告诉我们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想清楚，告诉我们你的决定是。可以直接过去。哇哦！你用笑颜对我说，余生一起走，一起养一只你爱的小狗，远方等在下个路口。谢谢，谢谢各位，再见。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台上24位女嘉宾好，2位老师好，飞哥好，我叫丁宏正，今年27岁，在北京工作，然后来自江西。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的未来的另一半能够一起去和我挑选家里的家电。你说几个特别对你重要的家电？比如说洗碗机。洗碗机，洗碗机它能够化解我们很多茶余饭后之间的争吵。聊聊你们最看重哪些家用电器？20号。大家好，我是20号女生，我叫肖丽畅，今年23岁，现在是一个舞蹈老师。我比较看重家里一定要有一台小冰箱和一个投影，这样的话，你晚上看电影的话，吃的呀什么的就可以随手拿到。就是大冰箱之外，要再配个小冰箱，对，放零食啊、饮料什么的，是吧？放在床边。哦。对，我觉得投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晚上下班回家，对，打开投影，2个人零食放在中间，那个沉浸感拉满。对。12号。1号男嘉宾，就是以后我有家的话，一定要有烘干机。而且烘干机必须要买洗烘分离的。就是2个机器嘛。对对对。我感觉是在跟我们家阿姨聊天。因为洗烘一体的会非常容易坏，而且烘干机在我们比如像南京这样的南方，非常的需要。梅雨天，梅雨天。对对对对，你的袜子可能放1个星期才能够干，非常难受。他再往下就是上链接，哎，那种感觉就整个已经有直播感了。来9号。大家好，我是9号王卓越。
啊，你好，男嘉宾。我觉得，因为你要跟另一半一起选家电的话，一定会有矛盾嘛。你喜欢投影，他喜欢电视机，他一定要买电视，不愿意买投影，怎么办？我是会一个双持的概念。电视机的话，它可能偏向于你的色准，偏向亮度；然后投影它是一个更富有社交性能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家的话，我会2个都具备。好，我现在来回答你的问题。当然是听女生的呀。他确实是做过直播的感觉。1号。大家好，我是1号女生刘宁宁，我是高静的同事，你们可以叫我叫阿宁，我俩是宁静组合，但是我俩一点都不宁静。你好，男嘉宾，就是我更偏向于沙发这一类的，就是客厅里面的，因为一回家的时候，我感觉就是首先进入的就是客厅嘛，就看着比较舒心一点。你会有这种幸福感吗？沙发可能是我在这个家里除了床之外待的时间最长的那么一个地方。对，我也是。你工作之后非常非常累，对不对？对然后你就窝在那儿，开个 pad， 看着电视。对，我也是这样子。对。那如果我们选中了的话，谁付钱呢？当然我付钱啊。哦，不是，家里谁管钱谁来付钱。你的第2个问题。我希望女生能够自己去收拾她的行李箱。你的前女友对你提过这个要求吗？她比较巧妙，她给我拉一个单子，说丁宏正，你把下面的这么几个帮我放到箱子里，然后搭配衣服，她甚至发了她当天给我的照片发给我，说，哎，你要那么几套，你给我收回来，没洗的你帮我给洗了，我去给她弄了一个箱子。他有发这个清单的时间，可能自己都弄完了。确实啊，因为其实也并没有非常长的时间。植贝贝，男嘉宾你好，你的前女友是生活不能自理吗？就是我的行李箱，我肯定不会让别人碰的。你别说你要给我收拾了，我可能就你别碰我。她是女生嘛，可能会有一种行使一下她的权利吧，可能是撒娇是吗？有一点像这种感觉，会有点像公主病吧。只有真的公主那个才叫病，其他都是作。比如说女生撒娇叫怎么撒娇呢？你拿一瓶水，你说我拧不开，哎，你帮我拧一下，我拧不动，哎，这个撒娇可以。一些女性用品，她要帮你弄，其实真的是不如自己弄得清楚。刘畅。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平时我可能会把这次我要走的时候的那些东西扔进行李箱里，然后我让你帮我去归纳，这样的话你是能接受的吗？啊，这个是到了我最擅长的领域了。我20寸的登机箱能够收纳出比别人可能20寸多一些的这个空间。你找了他，就有施展你才华的那个领域了。哎。来看第1条片子。9局下半，一个体育名词，棒球里主队挽回局势最后的进攻机会。而我现在就在这个半局，我叫丁宏正。棒球，世界上规则最复杂、国内超小众的运动，它需要超大的场地、完备的装备和对规则足够清晰的认知，不然连有没有淘汰别人都不清楚。你见过的棒球可能是这样的，但棒球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棒球它不像篮球跟足球那样，它真的很难吸引到女孩。对于看不懂规则的人来说，我们在场上做什么，他们可能都不知道，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加油。但毕业后，我们还是组成了一支社会队在打比赛。我崇尚棒球里的9局下半，绝境翻盘。我一定会抓住那个能够打出本垒打的机会。17年，我从机关单位辞职，回到了自己更热爱的独立摄影师的工作。今年上半年完成了藏地纪录片，我就在天上飞了好几圈，8个国家，68个城市，19万公里的里程，1个月飞9趟。我带着这种出生就有的漂泊感在地球流浪。现在想家这种事儿对于我已经来说脱敏了，什么事儿都是一个人，经历了孤独的10个等级，常年出差，常年独居。独居的生活真的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特别是女生独居真的要注意好自我保护。
在这种生活状态下，我对旅游已经没有概念了，只保留着行和泡酒店的旅行方式。我去过的城市里，我觉得深圳比较像我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史。我愿意啊，只要不要像是每次荒漠就可以了。4号。男嘉宾你好，然后我看到你的介绍说你很喜欢打棒球，因为这个确实是比较小众的一个爱好。然后我想问你一下，是什么契机下接触到棒球？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接触这项运动。可能我当时想抱着一个去吸引女生的态度去加入这个社团，但后面发现我完全错了。为什么呢？首先，其实棒球它的规则非常非常复杂。结合那个简单的给我们讲一下。就你看哈，我们得分就是怎么样？我从击球手的那个位置把球给咣敲出来，从1垒跑到2垒，跑到3垒，然后再跑回本垒，这样我就算得分了。哦。那全垒打是什么意思？我直接从我本垒的位置把投手投出来的球干到了比赛区域的场外，干到了观众席上，算本垒打。场上所有分数清垒，我能得一个最高的分。那基本上就是说，人家投球过来，然后你打球，把球打得越远越好，不要被后面的那些人接住那个球。对对对对，最厉害的垒球手是打观众的，相当于垒球的对，陈老师马上就理解到了。20号。男嘉宾你好，看 VCR 你说的那个漂泊感，我其实是非常感同身受的，所以我想问问你来北京多久了？是真的完全不会想家吗？我大概12年、11年就到北京了，我到北京可能都快有10年了。我其实还是比较享受在旅途中漂泊的这种时刻的，这跟我个人成长经历可能也有关系。我跟我的父母，其实在我在成长的时候，可能会到外地去读书，会在几个学校中辗转。我对这种生活其实现在已经比较适应了。还有一个是，其实，在旅程中能见到的人、能见到的景物，都是会让我在流连其中的。所以我可能会更喜欢我的这份工作和我在旅途上所看见到的美景。哎，这个是在哪里？这是雅鲁藏布江边上的一个白沙堆。我们往右边看的话，那边就是南迦巴瓦。对。哦。南迦巴瓦是选美中国，在中国最美的山里边得分第1名。哇！所以要看南迦巴瓦，去什么地方呢？去西藏林芝，可以看2个，一个是雅鲁藏布大峡谷，一个是看南迦巴瓦的雪山。哦。陈芙蓉。Hello， 飞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芙蓉，来自云南，现在定居上海。男嘉宾，我就想问一下，就你长得这么好看，然后哦，谢谢，哦，谢谢。所以你谈恋爱的话，你会在第一时间就公布你的女朋友吗？在你的朋友圈？我会公布，而且我们都长得那么漂亮，我应该会非常乐意去公布。这是属于商业互捧是吧？好，来看下一项。在我追求爱情的旅途中，冷暴力和独立女性这2个标签占了很大的比重。浪漫的开始是废墟上成长的花朵。第3年的雅安地震，我一腔热血的前往救灾前线，和他相遇在救灾点。他主动提出我们交换联系方式，但我的手机和他的手机就刚好都没电了。于是我把号码写在我的手心里，他拍了下来。1个月以后，我又在门卫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快递，是他寄来的在灾区救援灾的照片。收到的时候，我觉得天旋地转，竟然还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儿。然后我们一直在微信上聊，在微信上聊着的时候，我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然后就开始异地了。在一起半年，冷暴力的剧情开始上演，关心得不到回复，我们的感情停下了。最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再相遇，我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第2段感情源于毕业后的一次训练，担任球队经理的他，乖乖的形象一下就击中了我。
但在这段感情中，我还没有走出之前的阴影，我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经历带入到新的感情里。我常常因为奇怪的点吵架，对他冷言冷语。他陪我度过了低潮期，但是我们没有能够走下去。对此我很后悔，也很抱歉。最后一段旅途是在社交软件上开始的，但忙碌的工作让我们只能在周末相聚，也让我多次爽约。他1个月就会跟我提一次分手，我们周末情侣的状态还是没有走到最后。我现在也能接受周末情侣的恋爱模式。希望未来的你首先是个独立的个体，再是我们。6号是这样的，男嘉宾，如果说我们2个吵架了之后，你会就是比较让着我吗？当那个发生矛盾时，第一个破冰的人，我是肯定的。哦。3号。男嘉宾你好，我刚才在 VCR 里面看到你，就是你和你的前女友是可以做朋友的吗？可以，我们甚至还是非常亲密的在项目上的合作伙伴。你能保证你的心里就是没有他了吗？就因为我是无法跟我前男友做朋友的，我会很介意我的现任跟他的前女友保持联系这样子。那我就可以断开跟他的合作就 OK 了，就完全不要让这种会产生误会的可能性发生就好了。老师您觉得呢？其实刚才说到的前女友只是一个指标，其实对于这一类女生来说叫特殊女性，一旦出现警报就拉响。对，前女友是叫情感世界中的特殊女性，但还有比如说很漂亮的，这也是特殊女性。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特殊女性的边界，但是这个边界大小不一样，有的人会拉得很小。是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自己也可以试着调整一下那个边界的半径。我倒是建议2个人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可以磨合，有很多事情可以商量。你可以迁就我一下，我可以迁就你一下，但是还是那个话，能迁就的到哪儿，不能迁就的到哪儿，每个人自己都要想想清楚。9号。好，男嘉宾，我刚刚看屏幕上你放的感情经历，基本上你都是很久才见一次面。你有没有过就是1年2年，然后2个人经常每天在一起的，有吗？好像还真的没有啊。对啊，那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每天在一起的感情，但你说如果2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不可避免要走到结婚这一步，然后你刚刚也说你是尽力协调你的工作时间，会去陪他，那如果他希望你牺牲你的工作时间，你可以接受吗？这个是这样子的，摄影师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会有不一样的成长阶段。那么我现在可能还处于一个我正在积累我的经验，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是一样的。你从执行层变到管理层之后，就是你对于项目或者对于工作所花的时间，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变少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去陪伴另一半的时候了。那女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等你成为管理层呢？这个其实还是大家商量嘛，是不是？现在看起来，大家为什么集中性的问他这个问题？因为看起来他说他父母很忙，好像独自长大的时间比较多，独处空间要求比较高，然后他要出去工作也是独处的，所以这时候女生就要跟你确认了在一起的频率要求。如果说我们举一个数值上的衡量来说，比方说1个礼拜7天，那有些人要求天天在一起。那有些人要求周末在一起，你是1/7还是2/7还是3/7？那其实代表的就是你一个客观的需要这个情感陪伴的一个浓度。就是如果在沟通的时候用量化的方法是非常高效的沟通方式。你们可以每个人拿出3个数值，就刚才说我最期待的频率，比如说5/7，然后我能接受的顶点，好6/7，那我能接受的底线啊2/7。那两边把这个数值一拿，马上就能找到重合的点。对。但前提是我要知道我的区间是多少，我要对对方的期待区间有一个大致的认知，马上就能契合起来，这是效率会高很多。最后一个问题，16号。我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就有2种选择，一种是女朋友愿意为了你，就是说去学摄影相关的工作，就可能会为了跟你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一点；一种是女朋友有固定的工作，在固定的城市，她空了会去找你，或者你空了来找她，这2者之间你会更偏向于哪一个？
我更希望女生更专注于自己眼下她比较精尖的这个行业，而不是来迁就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工作。好，明白。最后留灯的是3号。好，来看一下智推。根据大数据的测算，丁红正的智推女生是魏心怡。男生性格独立随和，追求家居品质，热爱自由，乐于助人，对新鲜事物有好奇心和探索欲，热爱运动，懂得享受生活。女生的性格活泼有趣，生活精致有情调，感情里非常在意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和责任感。两个人都善良热情，都追求高品质的细节生活，在一起会非常的和谐和幸福，供两位参考。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如果是去看日出和日落，你们会选择哪个？3号。看日出吧，因为之前跟前男友去看过日出，我感觉就是太阳升起的那一刻，有种光洒进了我的生活里。哎，你这个逻辑我觉得是对的。我想看日出，因为我和前男友看过日出，我知道那种感觉多好。但是有另外一种逻辑也成立，我跟前男友看过日出了，但是我还没有看过日落，要不然我跟你试试看日落的感觉呢？也行，也行。来，23号。我可能先会选择去看日落，然后看完日落之后，然后再喝一点，然后说不定就能赶上看日出了。你的任何事儿都要加后边再喝一点。这2个东西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会觉得，因为看日出嘛，它可能是一个更偏向理性的一个性格，因为你要安排你的行程。而日落呢，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你已经既定知道那会有一个浪漫的结局，因为会有日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要选23号，有可能会拒绝您自己回去，你也可以牵手3号离开，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要选23号，有可能会拒绝您自己回去，你也可以牵手3号离开，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自己走。来，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哦，那个小熊熊啊！飞哥好，两位老师好，女嘉宾好。我叫王福生，今年27岁，来自江西九江。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带对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包不包括前女友的婚礼？不包括。不包括是吧？对，不包括。怕自己难受。对，怕双方难受。14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也是比较希望对方能带我参加他朋友的婚礼的，因为我觉得挺幸福的，彼此会有一个对以后婚礼的一个向往，然后会有策划感，还是蛮好的。对，我觉得最主要是想带他去认识我的朋友。挺好的。刘畅。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参加婚礼的一个人，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参加婚礼的话，如果说我们那时候可能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你朋友如果问的话这是谁，你会怎么介绍这个女生呢？还不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啊？就是正常的朋友啊。
啊，那你会给这个女性朋友一些优待吗？比如说给她夹菜呀、扒虾呀这样的一些举动？我觉得既然带她去了，其实是有这个意思的，我会愿意去为她夹菜。好的。一般我不太明白啊，在年轻人的世界里，会带一个不是女朋友的异性去参加婚礼的这种概率大不大？大，不大是吧？至少在暧昧的期间了，都已经就是8、9成了。对对对啊，对对。而且一般朋友都还会挤眉弄眼一下，然后在背面，哎呀，这样，旁边人说，哎，上次带的不是他。那不能。周灵儿。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女朋友去当伴娘，可能没有带你去，因为你又不认识，就是会很尴尬嘛。然后你会不同意她去当伴娘吗？我当然不会，她有她自己的朋友啊，去很 OK， 没问题的。对，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前男友，就是我去做我小姐妹的伴娘，然后他因此就是跟我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原因就是你有对象了，你还去当伴娘，你是去联谊吗？我被他说的，我认为就是不应该去当伴娘的。那时候就是自己整个心里就认为所有的男生都是这么觉得的。至少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没关系。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经常说叠字。叠词？叠词，对。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经常说吃饭饭、睡觉觉、喝水水，就我听了会觉得很做作。爱使用叠词的人，女生举手看。7号。那我想问一下，宝宝算叠词吗？算，但我觉得这是比较亲昵的称谓吧，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现在都一个字了，以前叫宝宝，现在叫宝。好。把第二个宝变成了儿化。2号。你好，男嘉宾。你好。我想问的是，你不喜欢女生用叠词，那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你不喜欢你的女朋友对你撒娇呢？不是，就是不希望她经常去说。对，我觉得偶尔是没什么问题的。1号，他的名字就是个叠词。对，你介意吗？首先。不介意。不介意。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说就是不喜欢叠词，是因为你前女友或者是说你身边的朋友经常用叠词吗？对，我身边的朋友有人会经常去用，就觉得很别扭嘛，就咱们正常的说话就行了。如果说你的另一半对你使用这种叠词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哎，好像他很在乎我，或者说也很喜欢我这种感觉？偶尔的用我觉得是很 OK 的，然后就是也会增加一点亲密感吧。就是不要太频繁，对，是吧？不要太频繁，就是很刻意的那种。好的，谢谢。看第一条片子。我是王福生，江西九江人。现在的工作是水质检测师，工作中最重要的责任是保卫城市水资源不被污染。实验工作久了，我对日常接触的水源可谓是一望而知，游泳池的水质有无异物，我一看便知，并且我从来不喝碳酸饮料。生活得讲究健康，也得活得精彩。为兴趣赚钱，为爱好买单。机车、街舞、finger top， 上班和下班的我判若两人。我对一切新鲜事物有着急速的接纳度。朋友都说我是跳街舞里面个子最高的，190里面跳舞最协调的。1.92米的身高，在生活中会遇到什么烦恼吗？哦，有啊，我会很容易忽略朋友和我打的招呼，因为一般平视的情况下，我只能看到1.8米以上的人。还有就是我太容易碰头了，不同场景下各式各样的门框，所以我准备了很多帽子，丢丢送送都还有20多顶，一是为了装饰，二是为了保护头部。不过身高高也有好处吧，比如老了也不用担心自己掉头发，因为他看不到我秃头，我也看不到他双下巴。现在的我回到了老家九江，监测工作之余，自己也创立了一家短视频公司，希望未来的女朋友有时间也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看爸妈。我会带着我爱的人和家人一起奔赴未来。这个是，这是我江西九江老家的一个特产，叫茶饼，然后拿给
孟非老师还有2位老师尝一下。先给他们，先给他们。孙雪，好吃吗？好吃，特别好吃，还有黑芝麻，特别养生。这个是个养生姐姐，好硬哦啊！ 15号，就是我看你微萨里有说你会那个手指舞，有没有准备一下给我们表演一下街舞还是手指舞这种？有一段手指舞，然后 finger tap。 你研究水质这个事儿，对，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各种各样的矿泉水、纯净水、对，蒸馏水，还有好些那卖的，它的区别或者你的建议，我们选用哪一种？建议喝水的话，如果单纯只是补充水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哦，孙雪，我其实特好奇，因为您是专业的，我想问几个问题，就是隔夜的水到底能不能喝？有没有变质或者是什么？养生达人来了。隔夜的水，最好还是不要喝。22号。大家好，我叫陈丹华，今年24岁，来自杭州。如果你的女朋友就不爱喝水，爱喝饮料，你会就是劝导她吗？我可能会跟她去说这个事儿，就是喝水还是对身体是最好的，少喝点碳酸饮料。那她如果就是特别喜欢，你会阻止她吗？我会在她旁边身边唠叨吧，可能会。他旁边那个23号也不怎么喝水，他只喝酒呢。看完夕阳落下去了之后，要整一点。14号，男嘉宾你好，然后我想问一下，你192，那你找女朋友的话，会希望找168以上的吗？我对身高没有要求，就是都无所谓的。那如果说我比较矮，160左右，那不是差那么多？属于最萌身高差，可能是回头率特别高。可以的。13号，男嘉宾你好，你好。看你短片里面你戴了好多帽子啊，说是怕撞到那个上面屋檐儿什么的。对。我也有这个困扰，因为我个子也稍稍高那么一点，然后见到别人的时候，通常他们都会说，如果我穿高跟鞋，你那么高了还穿高跟鞋，所以我就想知道您这个1.91米是吧？对您择偶来讲，您觉得是一个优势呢，还是一个小劣势呢？算是有一点点优势吧。然后我觉得出去的话，别人可能就是看到比较高，可能会稍微安全感会足一点吧。流畅。男嘉宾，就是从您下来的时候，我有注意到您的带的那个玩偶啊，也很喜欢这些像毛绒玩具这样的东西嘛，有没有什么寓意能跟我们说一下吗？没有太大的寓意，就是这个玩偶我觉得比较可爱，然后就当一个配饰，然后有时候一个人出去的话，可以当做一个小陪伴吧。他要坐地铁站在那儿，小朋友可以拉着他当那个环儿。来看下一张。哇，你看那个男生长得好高啊！哥们儿，你是篮球运动员吧？长得高有啥用？能吸引女孩吗？我的第一段恋爱是在大学时和我的九江老乡，长发飘飘，干净漂亮，很受男生欢迎，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但在一起后，发现他的疑心太重了。我的微信里有女生好友，他会确认身份。这个人是谁？女生发朋友圈，翻到了点赞，他就会说：“你是不是看上他了？”看聊天记录，发现没有聊天内容，就会说：“你真行啊，聊天记录都提前删好了。”总是会给我加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后来有段时间联系不上他，我因为担心就跑去学校找他，
当时我看到他脖子上有吻痕。你脖子上是怎么回事？他也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分手算了。”那个时候我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他们那时候也没正式公开，我觉得问题不大吧。他也没拉黑我，心里应该还是有我的吧。他要是能改正，我们以后还是能好好的。但他提了分手就没办法了，只能分开。第二段恋爱是玩剧本杀拼到的女生，我们2个人属于互相喜欢，但性格不合，很凶很强势。你给我老实点，到底我们谁是老大？他会经常不分场合的对我大吼大叫。第一次在外面骂我，我有点不舒服，就回家跟他说：“宝宝，你看我1.9米大个，在外面这么凶我，是不是不太好啊？”他说他情绪很激动的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了，虽然不舍得，但相处1年之后，还是觉得性格不合适结婚，提出了分手。反正太受男生欢迎的女生，脾气太火爆的女生，我以后不会再谈了。希望未来的女生能够温柔体贴一点，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商量着来。期待这次参加节目会遇到合适的你。你跟那个特别凶的女孩在一起多长时间啊？1年。1年。对。你有一句话说：“宝，你看吧，你在外边对我那么凶，我1.9米的大个，你看在外边那么凶。”你的这个逻辑是1.7米就可以随便凶？也不是。你不能凶我，是因为我1.9米你也敢凶？不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么多人面前去数落我，会觉得有点不适应。孙雪，假如女朋友在外面给足了你面子，然后但是她在家里的时候脾气会稍微就是暴躁一点点的话，凶你，你能接受吗？这个我觉得 OK 的，就是有什么事咱们在家里自己解决都没问题，但是在外面的话，可能就是互相要给对方一点的一些面子会更好。明白了。11号。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第一段感情，你的女朋友疑心就是蛮重的，因为我也是这种人，她干的事我都干过，但我这个人就是不双标，我也会约束自己，我也会给你看我的东西。就是说你谈恋爱的话，能做到就是我们俩类似于公开，然后各自看聊天记录之类的东西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那下班回家俩人把手机交换，各自拿着对方的手机玩，多有意思。12号。你好，男嘉宾，您刚刚 VCR 里面有说不会再跟受欢迎的女生谈恋爱，那您的定义太受欢迎的女生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微信也会有人找他去聊天，然后路上可能也会有人找他去搭讪。那女生会拒绝呢？可以只要他拒绝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那个男生去找，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合适。周灵儿。前面 VCR 里我看到就是说你有一段感情，就是你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脖子上有吻痕，但是你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他不提分手，你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当时是什么想法？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嘛，然后那时候也不是很成熟，然后觉得就是反正就是很喜欢。其实我已经内心已经想大概猜到了可能是这样的结局，但是我之前一直没去问，但最后还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如果事情现在再重演一遍，你还会是当时的态度？可能就不会了。15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女朋友的时候，她发什么样的朋友圈你会给她点赞呢？你朋友圈的女生？就是比较好看的照片吧。就是我不只是男生女生，好看的风景，好看的风景。对，你会死于这句话的。好看的照片。我问一下，什么叫好看的照片？这个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一样，发一些生活中美好的一些照片，我觉得都会去点赞，就是点赞之交嘛。就是我相信大家也会给朋友圈的一些人去点赞，我觉得很正常。我刚才说是你有女朋友的前提。有女朋友就不会那么去点赞的。是不是出汗了？有，满头汗。刘畅。
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说你有女朋友的话，就是你是以什么为这个界限呢？就是两人私下确定关系了就算男女朋友了，还是必须发朋友圈啊、公开以后才算呢？我觉得就是私下大家都是认可对方是自己的对象，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视频说你说想分手啊，反正也没有公开，就是那句话，大概我记得是有这么一句。想分手。啊，太吓人了，这一波。你要再解释一下。我觉得就是当时可能就是思想就爱情观不太成熟吧，我觉得读书的时候，然后对就这样。觉得这个灭灯速度太快，而且很典型。第一个问题问到给好看的照片点赞，最后一波带走了对，他人其实不坏，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表达细节。我们发出的信息跟听众接收到的信息有很大的信息的缺损。你刚才在说，我看到一个好看的照片，我就会给他点赞。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照片很好看，但是女生第一想到的是自拍，是人很好看。这些标签性的概念会迅速的影响到很多的信息，然后很遗憾。陈老师，在你说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可能还会再引申有另外一点，就是他的犹豫。女生说：“那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吗？”他马上就缩回去了，说：“那我就不了。”然后那边说：“我明明有一个前女友，疑心病很让人讨厌。”那这个11号又说了，我就是这样，我就要看手机，我要管你。他又说又可以了，就是你到底喜欢还不喜欢吗？就是我们可能还想看到一个非常自信而稳定的一个观念，而不是很容易被别人带走的一个状态。谢谢老师。最后还有一个小细节，我跟你分享一下。你刚才跟女嘉宾有提到安全感的事儿，一个人有没有安全感，跟他长什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安全感是个人格特质，有一个最重要的分辨的指标就是果断程度。如果一个类型的人格，他在很多事情上，就像你刚才展现出，进退，边界不那么明晰，这个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人格特质。但是另一类遇到什么事行不行，可以不可以，这一类这就是安全感的来源。安全感是由坚定带来的，而不是由脸带来的。但是明白这个事儿的男人现在在市面上越来越少。他们学会了一套他们认为的满满的求生欲。我跟这些妹子这么说，他们会喜欢。其实，稍微真有点脑子的女人，她对男人的那个品质，她是有一个判断标准的。那种女人说什么，你就说好，行，你对，听你的，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所以那种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叫坚定，划清楚自己的那个坚定的尺度的边界在哪里很重要。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trong success. Can you feel it? Strong succes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飞哥好，两位老师好。我叫郭浩，今年24岁，来自陕西西安。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懂我在恋爱中的小幼稚。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懂我在恋爱中的小幼稚。比如呢？就是我比较可能爱捉弄我女朋友，
就是比如说他在看书或者他在工作的时候，我会拿一些别的东西去捉弄一下他，可能分散他的注意力了。然后1次2次还好，有时候我自己也把握不好分寸，就会把他惹生气了，从而产生一些小矛盾。一般在小学3年级以后就没有这个习惯了啊。男人至死是少年，就这个意思啊。2号。大家好，我是2号女生，我叫邓怡婷，今年27岁，来自辽宁沈阳。那我想问男嘉宾，你抗揍吗？我觉得我挺抗揍的。行，行。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19号。男嘉宾你好，我是你好19号女生王诗琪，我来自辽宁营口，是一名东北妹子。那你能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吗？像我自己现在是一个研究生，是一个工科专业，然后我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发展一些别的爱好，比如说摄影啊，或者探店啊，或者是去音乐会啊、音乐节这样的，就是尽可能的给自己的生活丰富一点。1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对于一成不变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是说每天在家，还是说你喜欢交不同的朋友？其实我也挺喜欢交朋友的，我喜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起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一起去旅行。你是喜欢跟女朋友一起去玩呢，还是喜欢自己去玩？我以前喜欢自己，但是后来慢慢我发现和女朋友啊或者和朋友一起去玩更有意思。看第1条片子。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电影的主角叫做郭浩，他出生于1997，热爱理工科，喜欢严谨的数学公式，也欣赏优美的函数曲线。23岁那年，他保送到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目前硕士在读。他是旁人眼中典型的理工男，思维缜密，条理清晰，即使与人争吵，也要列出1、2、3、4。也是一个罐头的话，我希望这份罐头。他迷恋80、90年代的香港电影，老港片对他来说是过往，是情怀。可能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怀旧的人吧。上学时传过的小纸条，朋友送的小物件，曾经收到的信，他珍惜每一段值得被留住的过往。关于未来，他想得很清楚，希望能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但他的内心更希望这部电影的结局是去他想去的角落，写自己的诗歌，寻找自己的快乐星球。刘畅。男嘉宾，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你的这段 VCR 让我整体的感觉就是你非常的怀旧，就不敢相信是一个24岁97年的人的一个风格，是经历过什么吗？并不是经历过什么才会有这种想法，可能就是我看了一些电影啊，就是以前90年代那些导演啊，那些演员，就他们那些状态，就会吸引我不停的往那边去看，所以说就慢慢就接触了不少这些东西。1号。你好，男嘉宾，就是我看到你是个特别怀旧的一个人嘛，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之前谈过的，就是你跟他之间的一些故事，包括说东西还都保留着吗？我会留住，因为我是一个有点恋物的人，我会留住。那如果说你的另一半跟你在一起，希望那些就是让你丢掉，你会吗？如果是非要丢掉的话，我会丢；但是如果没有那么迫切的话，我还是会留着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过去了，那只是个物，和人是没有关系的。啊，好的，谢谢。16号。
男嘉宾好，你说话就是特别的慢，就是那种慢吞吞。但是呢，你前面第一个问题就你的一些小幼稚，就你平时私底下到底是一个就比较就是少年感一些、幼稚一些的，还是说像台上一样温文尔雅的、慢慢的那种？我私底下是没心没肺的，挺能放得开的。然后今天可能因为观众比较多，然后又有点紧张，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你跟人吵架的时候也会像理工男那样，你要把对方的论点先记下来，他说的1、2、3、4。倒不一定是论点，可能是话题点，就是这些点是戳到我了，或者这些点我觉得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解决的点，我会去把它列出来，然后发给对方，或者和对方直接摊牌这样聊。哦，这是我们导演和他沟通的是吧？哦，对，他刚开始跟我沟通的。哦，左边是导演发给你的，右边是你的批注吗？这是对，我的批注。希望你准备一套风衣，他批注我没有风衣，西装可以吗？他有解决方案的。你的朋友有没有相机？有的话，辛苦借一下，我们来做道具。他批的是吧？我自己有一个拍立得和胶卷相机。哇，你看这时候怀旧复古的吧？现在用胶卷相机的人简直太少了。想问一下你在西安交大哪个校区？他的回答非常好，我在创新港校区。补充说明，离市区挺远的，地铁1个半小时。我最喜欢沟通的人就是这种类型，清楚准确，把你能想到的都给你一次性讲清楚了。换位思考。女生喜欢男朋友的沟通方式是这样的吗？12号。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平时沟通聊天发信息的话，这个样子我喜欢，然后见面的话不需要这样。你说你喜欢写诗了是吗？就是写着玩，取悦自己。来给我们念一下吧。我自己挺难为情的，读这东西。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这样写：我爱你，正大光明的爱你，5年11个月零10天，今后将是偷偷摸摸的爱你，某年某月某天。还有一首是风起时需要几秒，昨日的少年不过见了7面，幸好光阴可以取长补短，幸好记忆可以重新编排，只是芍药已败，少年已老。风落下需要几秒，木叶幻想飞舞，焰火腾空而起。黄澜评价一下，黄澜的爸爸写诗写得很好。对我写着玩。对，我也觉得你写着玩。但是能看到那个浪漫细腻，他会描绘景象，然后联系自己的感受，也会用一些数词哈，就是几天、7秒等等的，能感觉到是一个敏感细腻的少年吗？我刚才看到那个墓志铭的时候，墓志铭上一段，我说我要在墓志铭上写一句，要写啥呢？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写着：从今天开始，我对你的爱变成地下情了。地下情，很浪漫，很浪漫。来看下一条片子。每一部爱情电影的开头都是浪漫而动人的。一次偶然的机遇，我认识了一个美术系的女孩，她是感性热情的，会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我的样子，而我也是被她唤醒了对艺术、对文字、对美的热爱。我们相处融洽，无话不谈，情侣之间没有什么不能聊的。我们聊过各种各样的话题，也曾讨论过到底什么是爱情。在我看来，女人早熟定义了爱情，而男人在追求女人的过程中创造了爱情。她是非常感性的女生，每次发生争执，她言语伤人，而我一再退让。一次出国交换，
他向我提出了分手。在未来的感情生活中，我希望你是古灵精怪的，最好比我理性一点，因为两个感性的人在一起，就像烟花，会很快燃烧殆尽。希望你不介意我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爱意，我愿意给你写信，为你写诗，带你奔向我的快乐星球。7号，我感觉男嘉宾非常像那种文艺复古港风又有点奶油的那种小青年。然后你在那个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花心呐？因为就是看到喜欢的女生，给她写一首诗，给她送一封信，这个样子。我以前不怎么去讲关于爱情这个词，我是很害羞讲这个词的。你像后来我就认识了那个女孩之后，我会把这个词就拿出来讲。我觉得看过这么多电影之后，我就明白自己有一个对爱情的追求，就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更加的明确。13号，男嘉宾你好，短片里面您说到女孩的早熟定义了爱情，是吧？对。男孩子创造了爱情，是吗？对。就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当同一个年龄段一个班里面，女孩都已经开始看一些书籍啊、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啊，而同年龄的男孩还在没心没肺的玩游戏啊，出去跑、出去闹。然后男孩为了吸引女孩的注意力，就慢慢的你就要带她做一些浪漫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男孩慢慢也会开窍，他会发现，哦，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做的。不然的话，也没有那么多学者、那么多人去歌颂这个事情。14号，男嘉宾你好，那你觉得什么是浪漫的事情呢？其实浪漫的事情有很多种，就是最简单的来说，如果我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好像做什么都变得有意思啊，都与众不同了。好，15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看 VCR 里有很多镜头，就是你笑得非常好看，但是你在台上表现的就感觉有点很忧郁的感觉。我忧郁吗？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呢？就是有没有自己的那种理想型？因为我可能比较皮吧，我希望那个人，他也古灵精怪，但是也能稍微压得住我，就这样的。古灵精怪还要能压得住他，里边表示不行了。不，你们完全不需要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点都不重要。他根本也不可能清晰地意识到他喜欢的这个类型。艺术型人格追求的是神秘感和流动性。他如果能说出来一个类型，他可能就下一秒就开始就不喜欢这个类型。所以你看片子里其实有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希望他鬼灵精怪，但要比我还理性。你们听听这句话，他就喜欢矛盾款的。16号。男嘉宾，那你现在不是还在就是学习嘛？对啊。那你就是如果说交了女朋友的话，怎么安排学业和恋爱呀？其实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想先把学习放最重要的位置。然后平常的话，不太想和女朋友一块儿黏着，可能到了晚上，就是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做完了一天的实验，才会把时间抽给女朋友这样的。最后一个问题，3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就是比较细致入微的男孩子。就我的性格比较大大咧咧，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做那种很浪漫的细节，我感受得到，但是我无法回馈给你，你可以接受吗？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人。就我说的很直接，就是我觉得我需要表达，然后我也希望我的表达给我能得到一份回应。
两位觉得？其实刚才有很多女生一直在问关于安全感的问题，她们可能问的是说你这么帅，你这么迷人，有小迷妹，这是她们潜意识里已经感受到某种不安、某种不稳定性。可是你这样的人，看起来真的爱容易散得很快，你会怎么样应对那一刻？如果你要接下来走入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在你心中先找到这个较为确定的答案，会好一些。我会觉得男嘉宾要了解到自己的特质，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对于情感有非常多的好奇和探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找一个同路的人，那你就不要期待有一个女人要压住你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了解自己，然后调整一下我们的择偶标准。好的，我意识到了，谢谢黄老师。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和在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侯浩清，然后来自辽宁沈阳，今年22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能够回复我的早晚安。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能够回复我的早晚安。因为我觉得这样能够让我感觉到每一天都有安全感跟陪伴感。您说。男嘉宾你好，就是情侣之间对话，我也是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包括就是回复我对话的时候，我都不喜欢男朋友，比如说回复或者哦之类的词。我也是，我觉得这样就很感觉没有安全感跟不在乎。对。12号。你好，男嘉宾，您提的这个点我就特别有共鸣。但是我不一定需要收到对方的回复。我每天睡之前我会跟他说晚安，然后我早上醒了第一件事我会跟他说早安。但是我可能作息比较规律一点，就是晚上11点多就睡，然后7、8点就起。然后我希望呢，你能够跟我一样的作息，然后互相说晚安，这样也能促进彼此的关系。那可能你睡得早，你跟我说晚安之后，我可能会回复你。但是在我睡的时候，我可能熬夜到1点钟，我会再跟你说一个晚安，就证明我是睡觉了。哦，那我一定会把你带到跟我一样的作息，健康嘛，对吧？身体。我很好奇的是，哪些女生谈恋爱的时候是不需要说早安晚安的？刘畅为什么不需要说早安晚安呢？因为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早安晚安是对我的一个问候，一个关心嘛。这个关心可以在很多地方体现。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来安排我的穿着打扮。你安排他的吗？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试试。13号女嘉宾。可以。是这样吗？哎，是这样，他们都是这样的。您说。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是因为你的前任女朋友安排过你的打扮吗？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感觉让我没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每天都给我安排的很妥当，然后就觉得一种被人操控的感觉。
18号。哎，18号。要不然我拿个凳子到旁边坐什么？我抢活了，对不起老师。没有，你没事啊，你没事。18号。哦。南阳斌你好，就是有时候我也是个挺浪漫的人，比如说如果像是出席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跟我能是类似像情侣装啊、同色系这种感觉。没有问题，我觉得情侣装也是促进两个人关系的一个重点吧。对。你们俩今天颜色还蛮搭的啊。要不就你们俩吧。 16号。啊，来16号。就是那如果说就是女朋友她买回来的衣服，就是你穿出去，你身边的朋友都说，哎，你最近穿衣怎么好像品味提高了？就这样你能接受吗？我可以接受的，因为如果真的好看的话，我自己肯定也会有感受。哦，就是所以你说的就是我不希望你来安排我的穿着打扮，是不希望你把我穿丑了，但你把我穿帅了，我还接受。不是的，我是不希望就感觉被人控制的感觉，就感觉你每天都让我穿你认为好看的，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人偶一样。你只有在穿衣服这件事上怕被别人控制的，还是说我就是一个不希望被别人控制的人？ 我就是一个不希望被别人控制的人，可能每个人都不太希望被别人控制吧。来看第一条片子。平凡世界里蕴藏着自由的声音，让心灵去旅行，这是我创作的灵感。我是侯浩清，因为一直喜欢音乐，所以大学就毫无悬念地考了音乐学院。 现在的我是一名音乐老师，和朋友合伙开了家工作室。唱歌其实不是简单的哆来咪，它有很多的唱法和理念在里面。比如说练高音呢，会模仿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啊，像这样叫喵。然后呢，练低音呢，我们就会去学牛叫，比如说哞，这样它的那个声音就会很低沉。虽然我唱歌不是顶级，但有着最会教学的自信。 哪怕你五音不全，我也能把你改造的赶在 KTV 秀一声。因为常年呢，我与音乐为伴，生活中我轻声慢语，比较温和，但我有着一颗火热的心。我还记得当初看朋友因为唱不好歌纠结，哎，我就欠儿的上去指导他。我帮朋友找工作，一遍又一遍的找，就找了很多，就很伤感子的那种。哎，可能是有时候太热情了吧，反而会被别人嫌弃啊。 我是小猴，希望这次来参加节目能遇见生命里对的你。哎，等一等。哇！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好，我知道你是沈阳的，然后我也是东北的，我是营口的，啊，那很近，我们俩离得特别近。虾爬子，对，海鲜好吃。我觉得你长得也很帅，然后还是一名音乐老师，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你，特别喜欢你。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能不能在现场为大家唱几句啊？他能。他抢我的话，我也抢他的。没有，我最近有点感冒，可能不太方便唱。感冒？对，我没听出来啊。我真的刚好。我们不勉强你。他说他不唱。没有，我回去给你唱嘛，我回去给你唱嘛。他都说了啊，他都说了，回去了啊。万一我要唱不好，对不对？多丢人，多丢你面子，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做人要讲诚信，这现场几百个人都听到了，回去给你唱，听到了没有？哎呀，听见了，听见了。啊。14号。想问一下，怎么进行一个正确换气呢？有时候我唱歌啊，唱到一半我没有气嘞。
你不用想着去换气啊，因为这样去换的话，其实你并不是下意识的，就是你像你说话一样，你说完一句话，你不会想着想着，然后我再说第二句，其实要找到一个最自然的换气方式，它其实也是能够吸的最深的。能懂吗？哦，懂了，谢谢。你确定懂了？你确定懂了吗？那你复述一遍。植贝贝，你觉得他教的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小伙长得不错啊，这年纪轻轻，年少有为啊，可以。谢谢。你是不是也东北的？对，我老家是东北黑龙江的。啊，那还有一段距离。和我没有距离是吗？这儿。当然有，咱俩最近嘛，对不对？咱俩最近，你跟他肯定更远呢。那你还需要问别的女嘉宾问题吗？不需要了。哎，那个1号来。你终于看我们这半边了，你要看看我们这半边。就是平时如果说就是喜欢说话说多的话，有没有什么保护嗓子的方法呀？你可以练一练气泡音，这种可以保护嗓子。对，你轻轻的用气一带，它那个声带其实就在很小很小的振幅在震动，它就会让你的声带自己给自己去按摩。好的，谢谢。多看看我们这半边。好，这一个一个来吧，3号。你跟男嘉宾都这样，我愿意少拿点钱。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是天生五音不全。所谓的五音不全的人，其实他们并不是音准不太好，一个是因为他们的发声技术可能没有到达那个可以支撑他们唱歌的一个水准，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可能是你自己也不太熟悉这个音乐里面的旋律。男嘉宾说的热情的人，经常愿意给人帮助，怎么在给别人帮助的时候掌握那个很好的分寸呢？有的人给很热情的时候，他也会给人造成一种压力。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哇，18号，孟非老师终于可以抢话说了。这不是抢话，我不说要扣钱的。哦。想要帮助一个人的话，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步应该先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就是你帮人家的时候，你先问人家你需不需要帮助。然后其次呢，我会一直问对方啊，你觉得这样怎么样？你这样行不行？然后以一个询问的姿态去帮助他，我这样的话会礼貌一些。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以前对于我来说，我是不太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可以帮助到你的，或者是好的事情，我就会塞给你。可能也是当时我不太成熟吧。但是我慢慢也会发现，就是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是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看下一条。爱情就像跃动的音符，绽放的节奏里，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乐章。我和他因为音乐相识，记得当时是学校演出，然后他是主持人，然后我趁着表演间隙。上去唱了一首《慢慢喜欢你》，就当着全校人去表白的那种。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感谢当时的自己的。他非常细心，他很在意我说的话跟做的事儿。我记得是为了能跟他天天在一块儿吧，我不顾家里的反对，然后就搬了出去，跟我妈赌气嘛。我当时也比较执着，就很想跟他天天在一块儿，然后我就用手一下砸到了墙上。后来我妈还是就同意了，心疼我，同意了。但这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反而加速了我们的分手。很多生活中的鸡毛蒜皮，成为了我们争吵的导火索。你水杯怎么能放到这边呢？水杯也不是我打倒的。真的是，你还解释？你有什么好解释的？你每次东西都要乱放。其实也没有大的矛盾，就是一些很细微的小事儿，每天都在消耗我们的感情。后来我们俩长谈了一次，和平分手了。其实现在想起来，当时我的好脾气都给了外人，然后我把自己最负面的情绪都给了他。如果后面还谈恋爱的话呢，我就会注意沟通跟让步，不让负面情绪累积。我比较喜欢写词，恋爱和失恋呢都是我的高产期，
我觉得这2个时候写的歌都是很宝贵的回忆，有时候听听跟唱唱，并不代表旧情难忘的。我也不会因为女朋友的介意呢去封存这些歌。希望遇见同样喜欢音乐的你，我们可以一起创作，聆听大自然的声音。7号。你好，男嘉宾，我想替那个诗琪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来《非诚勿扰》之前，有没有了解过这里女生的平均年龄呢？稍微的有点了解。那你是不是比较倾向于姐弟恋呢？可以接受。我觉得诗琪很适合你，对。啊，真的，谢谢。对，祝福你们。19号多大呀？我今年25，男嘉宾是22岁是吗？啊，对，咱们差3岁。女大3。报精准。22号。就是我看你 VCR 里有写歌，那你现在有写了多少歌啊？我写了2、3年，我1年差不多能写个小100首吧。这个对，有没有人要听听我的故事？有，他们要听。这个词就是我在跟前女友刚分手的当天写的一篇词。那为什么分手呢？就像我词里面写的，可能很多生活当中比较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可能因为想法上的、意见上的差异，导致我们这个出现矛盾。然后等到矛盾到了一定点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了，最后可能就分手了。然后就写了这样的一篇词，大概当时是凌晨1点到4点吧，写了这篇最崩溃的词。我拿去编曲，老师都跟我说，这个词怎么这个年龄写出来？这么惨的词。讲完了没有？讲完了。太好了，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很悲伤。19号，你听完了以后的感受是？我就是觉得，和这个年龄男孩子谈恋爱，谈的都是比较单纯的恋爱。你跟我说你有没有听吧？有听，很认真的在听。哎呀，我也听得很认真，我这一天就听这个故事，把我累着了。最后一个问题，22号。我是杭州，然后你是沈阳的嘛？那你对于异地恋是怎么看呢？我没有意见。哎，你不是跟19号回去的吗？对呀，但是这不是问我这哦。他只是回答关于异地这个事情他的态度。对，不是具体的人的。现在留灯的是19号、22号，有请19号、22号。来看男嘉宾心动女生是哪一位？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来看男嘉宾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1号。来看一下助推是王浩清的助推女生是17号王悦。
男生性格自信乐观，勇敢沉稳，喜欢小富即安的生活，在感情中会在意和另外一半的互动感，愿意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女生呢，性格善良率真，在意生活的品质感和秩序感，感情里有点慢热，非常在意精神层次的交流和契合度，两人都非常在意跟对方是否聊得来，喜欢陪伴和分享。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王诗琪想和你一起，我的两面性杂食系，你选一个。2吧。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不熟悉的朋友看到的是自己安安静静的一面，熟悉的朋友会看到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一面。杭玉慧，我要的幸福，奇妙体质，最大的爱好。1。对男友的经济能力没有太多要求，有稳定收入就可以，但是要有上进心和对未来的规划，特别看重男方体贴温柔和陪伴程度。王月，说爱我先刷牙，谨慎的去爱算数的小女孩。2。不会一见钟情，恋爱前会先观察对方一阵子，看三观是否合适，谨慎开始才会长久。陈丹华，我的作息做你的猫，想和男友做的事。3。想和男朋友一起去西藏看星星、看月亮，也想一起开房车周游世界，把我们的足迹踏遍祖国各地。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你们最喜欢吃哪道东北菜？锅包肉。锅包肉来，那个被抢答了。啊，2个锅包肉，你我也是。3个锅包肉。来，这样4个锅包肉好不好？好，锅包肉。4个锅包肉，锅包肉乘4。点一个锅包肉，4个来玩。爆灯的19号，还有一点时间。因为男嘉宾一开始说他希望他找的女朋友以后能每天互相说早安和晚安，然后我觉得正是因为你缺乏安全感，然后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希望，对吧？对的，对。然后我觉得缺乏安全感的，其实我也是一个特别缺乏安全感的人。我觉得缺乏安全感的人就特别会知道怎么样去给对方安全感。对。然后除了早安和晚安，我还喜欢在我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也会回我一句我也爱你。肯定。对，肯定。然后带我走吧。好。我是对的人。哇，这衣服好的！拜拜，再见。希望姐妹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拜拜。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付进付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